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10月31日，星期四。我们现在先看一下黄金的走势分析。先看一下黄金的日图。从日图来看的话，今天从早盘开始的话，就一直处于一个回调的一个状态。但是现在的话，不能认为是转空了，我们只能认为是回调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支撑和阻力。从现在来看的话，前方这个位置的话，就是最新的一个阻力区间，就是前方两个高点的这个区域，就是现在的一个阻力位，现在的话，现在支撑的话，最近的支撑的话，在这个位置，就是前方1小时的这个低点。然后第二个支撑的话，在这个位置。现在的话，价格是处于这两个支撑和阻力区间的内部区间，所以在这个内部区间的话，我们不能认为它是转空了，只能认为它是回调。而现在回调的话，位置在下方这个支撑的这个附近，所以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，我们其实在这个位置的话可以做多的。上方目标的话就是前方的这个高点这个位置，现在的话就不要做空了，除非它突破下方的这个支撑之后，我们可以做空。但这个做空的话，空间其实不是太大，所以的话极有可能在这两个区间之内的话会震荡，但是大概率的话，从现在来看的话，这个位置不太容易突破，不突破的话，接近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做多，止损的话就放在下方这个位置就行了。然后这是黄金，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比特币，比特币的话今天波动很小，因为昨天的话有一波下跌之后的话，今天现在只能说行情很焦灼。我们看一下短线吧，这个长线的话没人看，长线的话我们只能看前方这个高点。等一下，就长线的话，我们其实要看的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只要不跌破的话，它就处于一个上涨的一个走势。包括现在的话，它只能是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调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1小时图，1小时图的话，这个现在的阻力线在这个位置，这是现在最新的一个阻力线。然后再近一点的话就是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看一下30分钟，30分钟的话就是这个阻力线。然后支撑线的话，短线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位置。然后再近一点的话，其实是当前这个位置。所以的话，现在比特币的话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三角形态，而且这个的话很快会突破。从这个突破来看的话，大概率的话有可能会再度上升，然后向下跌破的概率比较小，因为这个整个走势的话现在都是处于一个上涨的一个走势，所以今天晚上向上突破这个还有这个的概率很大。一旦突破之后的话，然后下一个目标的话就是这个位置，再下一个目标是这个位置，再下目标的话就是7.5了。就这两个位置突破之后的话会继续向上，因为整个走线的话肯定还是一个偏多的一个方向。所以比特币来说的话，现在不建议做空，而且你做空的话，很可能它会向上突破，因为向上的概率明显比向下的概率会大。因为我们做这个东西的话，做交易的话，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嘛。然后你觉得哪个方向概率大，然后赢面大的话，你就做哪个方向就对了。但是这里的话，从这个走势来看的话，我们稳健点的话可以等到这个，因为这个区间的话很快会突破，突破之后的话，我们再做趋势点就可以了。现在的话没必要猜那个，现在真要做的话，我只能建议你做多，因为止损的话也不会是太高，你拉的哪怕远一点的话，止损也就在这个位置。然后这个是比特币，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原油。原油的话，我们先看一下昨天吧。原油昨天是一个大涨，而且这个涨幅的话很大，覆盖了前边3天的一个波动。然后所以的话，今天整个从大的走势来看的话，不是原油啊，肯定是一个看涨的一个走势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回调线。从回调线来看的话，上方的阻力就在38.2的这个回调线。昨天的话，其实现在有突破，突破之后呢，但是没有稳住，就下来了。所以的话，今天的话，我们还是看这个区间。这个区间内的话，我们不建议做空，只建议回调之后做多。
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突破多。这个整个区间的话都不建议那个做空，因为现在整个这个 Z 字形的一个走势的话就是偏上的，所以的话我们目标的话就是做多，逢低做多，然后突破做多，还是这两个思路。好，我们大概总结一下，就是黄金的话，现在关注就是当前的这个阻力，当前的这个支撑，这支撑不破的话，我们就做多，就往上做多。支撑破过之后的话，关注下方的这块这个支撑，再一破的话，下方就是这儿了。所以的话，但是整个如果没有跌破之前的话，还是建议做多为主，黄金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比特币，比特币的话就关注一下当前的这个震荡区间，这个三角区间很快要突破，大概率的话还是会上涨。就是我们可以关注上方的这两个小的这个阻力线突破之后的话，我们下一目标的话有可能就是7.5了，7.5W 了。回到比特币的话，现在不建议做空，真做空的话，你可以等它突破这个低点之后，我们再做空。然后原油的话类似，原油的话关注这个区间，这个区间只要没破的话就逢低做多，然后不建议做空，因为整个走势在一个多头的一个走势。好，这就是今天黄金、比特币还有原油的结构分析。